这4声通知敲响了旧时代的丧钟。2026年1月8日，华尔街的游戏规则在1小时内被彻底改写。这不再是自由市场，这是一场针对资本的大清洗。我是麦门，今天这部影片，我要带你拆解这场新秩序。看不懂的人，资产归零；看懂的人，将迎来10年一次的暴富机会。那几声通知敲响了丧钟。今天的影片可能是我经营频道以来最重要、最沉重，但也最充满机会的一集。我希望现在正在看这部影片的你，先把手边的事情停下来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戴上耳机，把接下来自己10分钟的内容一字一句地听进去。因为在制作影片当下，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一个可能会决定你未来10年财富命运的转折点。还记得2026年1月8日那天早上吗？那天是星期四，当大家还在喝着咖啡，盯着盘前交易，想着今天要当冲哪一只股票，或者还在讨论联准会下个月到底降不降息的时候，你的手机是不是跟我一样，连续响了4次？这4声通知不是来自你的券商，不是来自你的理专，而是来自同一个人，美国总统唐纳川普。他在自家的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在短短的1个小时内连续发了4则看似语气随意，甚至带着一点愤怒、一点情绪化的贴文。当下我看到很多主流媒体的反应，有人看了笑笑，觉得这老头又在发疯了，又在用推特治国了；有人看了眉头一皱，觉得政治又来干扰市场了，觉得这只是短期的杂讯。甚至很多华尔街的分析师当天发的报告还在跟你扯技术面，还在跟你扯基本面，还在跟你算那 0.1% 的通膨差距。但是如果你那天只是把它们当成普通的川普推文滑过去，如果你没有停下来去深挖这4则贴文背后那个巨大的冰冷的逻辑，那你可能已经错过了2026年最重要的一次财富重分配机会。甚至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手上的某些资产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判了死刑，而你还在帮他数钱。这4则贴文内容天南地北，一则在讲委内瑞拉的石油交易，一则在骂军工企业只会回购股票，还有一则在说要禁止华尔街机构去买独栋房子。表面上看，这是能源，这是国防，这是房地产，风马牛不相及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看不懂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只看到了点，没有看到线，更没有看到面。我常跟读者们说，市场上90%的人都追着最外层的资讯看，那在我们眼里只是杂讯，只有10%的人看得到内层，那才是市场讯号。当别人在笑川普发疯的时候，真正的猎人已经在思考，这背后的游戏规则变了什么？这4则贴文其实指向同一个核心，那就是资本的自由时代彻底结束了。过去几十年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，华尔街的逻辑是什么？是效率至上，是利润至上。只要我合法，我想怎么赚钱就怎么赚钱。我想买房子收租，我就去把整条街的房子买下来，把租金炒高。我想用公司的钱回购股票，把 EPS 做漂亮，让高层领奖金，我就去回购，管他工厂有没有升级。我想跟谁买石油便宜，我就跟谁买，管你是委内瑞拉还是俄罗斯，只要便宜就好。但1月8日这一天，川普用这4则贴文狠狠地甩了华尔街一巴掌。他用最粗暴的方式告诉全世界，不，从今天开始，资本必须听话，资本必须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，否则我就让你的商业模式归零。这是一场政治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全面收编，这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，这是游戏规则的彻底改写。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新官僚资本主义。如果你还在用2025年以前的本益比、现金折现模型去算股票，你会死得很惨，因为在2026年决定股价的不再只是 EPS， 而是你的获利模式是否符合这套新秩序。今天这部影片，我不要给你那些虚无缥缈的建议，我要带你逐字逐句地拆解这4则贴文背后的深意。我要告诉你，为什么委内瑞拉会变成美国的后花园。
为什么军工股的估值？逻辑要打掉重练？为什么美国房市的庄家要换人了？以及最重要的，在这个新时代，我们小散户该如何选边站，才能成为那一趴的赢家？能源的新版图，委内瑞拉。我们先来讲第一颗核弹，也是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最深远的一步棋——能源。川普在贴文中说了什么？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震撼的瞬间。他说，美方已经拘捕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，这本身就是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，基本上就是政权更迭了，是美国在自家后院的一次强力清扫。但是，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，政治只是背景，利益才是核心。重点在后面那几句话。川普说，美国将全面接管委内瑞拉原油的出口、销售与资金流向。各位，请你们仔细品味这句话，全面接管。这句话的分量比10个联准会主席讲话还要重。为什么？因为委内瑞拉不是什么路边的小国家，它是能源世界里沉睡的巨人，是被遗忘的霸主。根据 OPEC 家的统计数据，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原油储量，总量高达约3030亿桶。这个数字比沙烏地阿拉伯还多，比伊朗还多，更是美国本土储量的数倍。委内瑞拉地底下埋的就是液体的黄金。过去10几年，这个巨大的油库因为政治原因，因为制裁，因为管理不善，处于半瘫痪状态，甚至在过去，它还会偷偷卖油给美国的对手，变成地缘政治上的破口，变成挑战美元霸权的小基地。但现在，川普这招叫做物理接管，这不再是制裁了，这不再是谈判了，这是直接把委内瑞拉的油阀开关拆下来，装在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。而且，川普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天才，也非常霸道，甚至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式的设计。他说，委内瑞拉卖油的钱必须存入美国掌控的账户，而且这笔钱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、农产品、医疗设备、基础建设。各位，看懂这个操作了吗？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阳谋，这就是现代版的以物易物，这就是能源殖民的最高境界，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。美国透过这一手拿到了什么？第一，美国控制了全球最大的油库，彻底掌握了长期油价的定价权。以前 OPEC 开会要减产，美国还要看脸色，现在美国手里握着委内瑞拉这个吊劫阀，谁敢不听话？美国可以随时释放委内瑞拉的产能来打压油价，控制通膨。第二，美国强迫委内瑞拉消费美国商品，为美国的制造业、农业找到了一个巨大的、强制的买家，这直接解决了美国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。你委内瑞拉卖油赚了钱，好，把钱拿来买我的玉米，买我的拖拉机，买我的波音飞机，钱一分都流不出去。这对投资市场意味着什么？这对你的钱包意味着什么？首先，原本的全球能源供应链会被打烂，过去那些偷偷帮委内瑞拉运油的影子、船队，或者是依赖委内瑞拉廉价石油的亚洲买家、俄罗斯相关的融资管道全部出局。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在一夜之间失去财路，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能源巨头。谁会是赢家？这里我有非常具体的名单，你们要去关注那些在墨西哥湾沿岸拥有处理重质原油能力的炼油商。帮大家科普一个知识，委内瑞拉的油跟美国页岩油不一样，美国页岩油是清甜油，像香槟一样，委内瑞拉的是重酸油，像沥青一样，非常粘稠，杂质很多，不是随便一家炼油厂都能炼的，这需要特殊的设备，需要几十亿美金的投资，需要焦化装置。而世界上拥有最强大众油处理能力的炼油厂就在美国墨西哥湾，像埃克森美孚、雪佛龙、瓦莱罗能源这些公司，他们的炼油厂就在墨西哥湾，他们的技术最适合处理这种油。在过去，因为制裁，他们拿不到便宜的重油，只能去买贵的，或者硬着头皮炼轻油，利润被压缩。现在源源不绝的由美国政府背书的廉价原料，将通过邮轮直接运到他们的家门口。他们的炼油利差会扩大，他们的获利会爆发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地位会被抬升到国家战略级。他们不再只是卖油的公司，
他们是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。这不只是能源股的利多，这是美国制造的利多。川普说了，卖油的钱只能买美国货。如果你是做农业机械的，做基建设备的，做探勘设备的，你突然多了一个手握几千亿美金，而且只能跟你买东西的客户，这画面太美，简直不敢直视。所以别再盯着油价每天涨跌几块钱了，那种短线的波动没有意义，做交易要顺势而为。什么是势？政策就是最大的势。当国家机器开始转动的时候，你要做的不是挡在前面，而是跳上去搭便车。2026年的能源逻辑是：谁在美国的保护伞下，谁拥有处理委内瑞拉石油的能力，谁能吃到这波政策红利，谁就是新秩序的王者。军工的整顿。讲完了能源，我们来看第二个战场，国防军工。这也是川普连发2则贴文炮轰的对象。很多投资人看到川普骂军工企业，第一反应是：完了，军工股要跌了，快跑！如果你这么想，那你只看到了第一层，你只看到了表象的利空，没看到深层的转机，更没看懂川普的良苦用心。川普到底骂的是什么？他骂的不是军工企业赚钱，川普自己就是商人，他喜欢赚钱。他骂的是军工企业不务正业，骂的是他们吃里扒外。他在贴文里说，你们这些军火商拿了政府几千亿的订单，那是纳税人的钱，结果呢 F-35 飞机交不出来，导弹产能不足，维修要排队排1年，前线的美军在等装备，你们却把赚来的现金流全部拿去回购股票，拿去发高额薪水给 CEO， 把股价炒高高，却不愿意拿去盖工厂、扩产线、训练工人。这段话字字珠玑，带着怒火，直接戳破了过去10年华尔街对军工股的估值逻辑。过去10年，我们为什么买洛克希德马丁？为什么买雷神？为什么买诺斯洛普格鲁曼？因为他们是完美的防御型股票，他们现金流稳定，政府订单保底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对股东非常大方，回购大方，股息年年发， ROE 做得非常漂亮。我们把这些公司当成金融商品在买，而不是当成制造业在买。我们在乎的是他回购了多少股票，而不是他造了多少飞弹。这就是金融化的恶果。但川普现在画了一条红线，这是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。在产能和交付问题解决之前，任何形式的股票回购都是不合时宜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禁令，这意味着军工企业的资本配置全被收归国有了。你赚的钱不能先分给股东，不能先拿去让股价上涨，你必须先拿去买设备、雇工人、备库存，先把产能搞出来。这会造成什么影响？短期来看，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，这绝对是利空，因为回购减少， EPS 的成长动力会消失。过去很多军工股 EPS 成长，不是因为赚更多，是因为股票变少了。现在这个魔法消失了，本益比会面临修正，那些冲着股息和回购来的纯财务投资人会离场，股价会跌，这是必然的。但是中长期来看，这是产业逻辑的拨乱反正，未来的国防合约竞争规则彻底变了。以前比的是谁的说客厉害，谁在华盛顿关系好，谁的 PPT 做得漂亮。以后比的是什么？比的是谁能交货，谁有现成的产能，谁愿意承担库存风险，谁能在战争爆发的那个月把弹药送到前线。所以你要换个脑袋选股了，不要再看谁的回购殖利率高，那是过去式了。你要去看资本支出，去翻开财报，看看谁在过去2年已经提前扩厂了，看看谁的工厂自动化程度最高，看看谁的供应链最完整。那些愿意当苦力，愿意搞实体制造，愿意把手弄脏的军工企业，反而会在新的政策环境下拿到更多的订单，因为政府需要的是武器，不是漂亮的财报。甚至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2线的专注于制造的军工供应链，
抢走原本属于巨头的份额。因为在战争风险常态化的2026年，有或比有钱更重要。房市的驱逐力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跟老百姓生活最相关，也是牵动最多人神经的战场——房地产。川普的第4则贴文直接对准了华尔街的巨鳄贝莱德领航这些机构投资人。他没有点名，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谁。他说，限制大型机构投资人收购独栋住宅，房子是给人住的，不是给企业的。这句话一出，当天美股的房地产信托板块，特别是那些做住宅出租的，股价直接吓尿崩跌了，因为这直接打到了他们商业模式的根基。像 Invitation Homes、American Homes for Rent 这些公司，他们的商业模式非常简单粗暴，利用他们低成本的资金优势，在市场上疯狂扫货独栋房子，他们不杀价，甚至加价买，然后把这些房子稍微装修一下，出租给买不起房的美国人。他们是房价上涨的推手，也是让中产阶级买不起房的元凶之一。因为普通人怎么可能抢得过华尔街的演算法和资金池？一对年轻夫妻想买房，结果发现对手是贝莱德，这仗怎么打？川普这招叫做斩断需求，他没有从供给端去解决问题，那个太慢了，他直接把市场上最大的买家踢出去，就像是在赌场里直接把最有钱的那个庄家赶走，说你不准玩了，这桌只准散户玩。这会发生什么事？第一，专门做独栋出租的 REITs 会崩盘，他们不仅不能再买了，甚至可能面临监管压力，被迫抛售手上的存货，这对他们的资产净值和股价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如果你手上有这类股票，听我一句劝，快跑，不要回头，不要想着抄底。第二，对传统建商来说，这其实是短空长多，短期内少了大户接盘，房价可能会修正，建商的利润会受影响，股价会波动。毕竟以前建商盖好房子可以直接打包卖给机构，很省事，现在不行了。但是长期来看，这是在净化市场。当投机性的机构资金退场，房市会回归到自住需求，谁会受益？像 Lena、DR Horton 这些盖平价房，专门卖给手够足的建商，反而会受益。因为川普的政策逻辑很清楚，让美国人有房住，这是他的票仓，也是他的政治承诺。他不能让年轻人买不起房，所以把机构赶走之后，下一步很可能就是给手够足补贴，或者是给建商融资优惠，鼓励他们盖更多便宜的房子做投资。最忌讳的就是死多头或死空头。在同一个房产板块里，我们要有同时做多和做空的能力。所以在房产板块，我们的策略非常清晰，我们要做空收租的 REITs， 做多盖房子的建商。这就是政策转向带来的分化。只有看懂这种结构性的机会，你才能在别人恐慌的时候捡到钻石。1月8日的这4则贴文不是风言风语，川普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公司。记住，我们不当韭菜，我们要做在混乱中获利的猎人。天黑了，请保护好你的灯火。如果你还抱着旧的估值模型不放，你会发现市场越来越看不懂，你的股票越来越不值钱，你会觉得这个市场疯了。其实市场没疯，是你没跟上。这场大戏才刚刚开始，后续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政策出来，更多的产业被点名。如果你想知道具体有哪些股票符合我今天说的新秩序标准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这部影片，我会持续帮大家解读这些政策背后的财富密码。不要跟政策作对，不要跟趋势作对，在这场新秩序的重组中，选对边，你就能成为新一代的赢家。这是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，我不希望你们缺席。祝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都能躲过这次浩劫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